太平洋战争第7篇。今天这座几乎被历史遗忘的小城，在当年却是日军非拿下不可的战略要地。明明事前已经收到预警，却因为判断失误而麻痹大意。达尔文港最终还是迎来了自己的珍珠港时刻，而日军其实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打算全面入侵澳洲。但这场空袭却意外改写了整个澳大利亚的战略走向。前情回顾，随着日军一路南下，不仅迅速吞并了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也把原本并非军事强权的澳大利亚硬生生拉进了战争的风暴中心。表面上看，日军兵锋已经逼近澳洲本土，但事实上，无论是兵力、补给还是战略目标，日军都不具备，也没有意愿去占领这块地广人稀的大陆。然而，当日军夺下战略要地拉包尔，接着对达尔文港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澳大利亚社会的心理防线却被彻底击穿，全国上下开始意识到战争真的已经来到家门口。就在这时，英国这个传统宗主国却显得力不从心，根本无暇顾及遥远的澳洲，反倒是隔着整个太平洋的美国主动伸出了援手。在生存压力下，澳大利亚朝野逐渐形成共识，将希望寄托在一位美国将领身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最终，澳大利亚不只接受美军进驻，甚至将本国军队的指挥权交到麦克阿瑟手中。可以说，日军原本并不打算征服澳洲，却在无意之间促成了澳大利亚全面倒向美国，也彻底改变了太平洋战争后半段的权力结构。澳大利亚通常被简称为澳洲，而在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整个大洋洲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其实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个。至于散布在太平洋上的大量岛屿，当时多半都由澳大利亚负责托管。在今天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岛上，有一座在2战时期让交战双方都高度关注的小城拉包尔。这座城市正是日军南下作战的关键节点。日军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横扫整个东南亚，很大程度上是吃了第1次世界大战留下的红利。一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原本属于德国的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马绍尔群岛，并借此在太平洋建立起一连串前进基地。唯独以新不列颠岛为核心的俾斯麦群岛，在凡尔赛和会之后并未交给日本，而是并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到了1941年，日本大本营正式策划南下作战时，已经将加罗林群岛上的特鲁克环礁视为联合舰队在南太平洋作战的核心基地。但问题在于，只要盟军还能威胁特鲁克，日军在南太平洋的战略安全就始终存在破口。因此，日军必须先拿下拥有天然良港并且具备多座机场条件的新不列颠岛行政中心拉包尔。一旦控制拉包尔，日军就能将这里扩建成大型航空与海军基地，与特鲁克环礁相互呼应，形成犄角之势，进一步巩固其在南太平洋的海空优势。然而，盟军却严重低估了拉包尔的战略价值。战争爆发之初，整个新不列颠岛上只有大约1400名英军与澳军守备人员，可用飞机更是少得可怜，仅有4架轰炸机、10架战斗机。在日军眼中，这几乎就是南下作战路线上的一个软柿子。1941年12月8日，澳大利亚政府对日本宣战后，才猛然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防御拉包尔。当时，澳大利亚4个陆军师当中有3个正在北非作战，而第8师的2个旅又被派往新加坡。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原本最后一个旅中的2个营又被紧急调往印尼，真正能派往拉包尔的只剩下区1个营。尽管英国政府不断安抚澳大利亚，声称东南亚盟军就是澳洲最坚实的防线，但现实很快证明这种乐观判断完全站不住脚。日军南下的推进速度远远超出盟军的想象。1942年1月4日，驻守拉包尔的澳军还以为战火离自己相当遥远时，20架日军陆基轰炸机突然对拉包尔发动空袭。消息传回澳大利亚本土后，澳军最后的预备兵力已经被运往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几内亚首府莫尔兹比港，这也等同于在战略层面上正式放弃了拉包尔。1月20日，日军航母赤城号与加贺号出动舰载机对拉包尔实施3轮猛烈空袭，几乎摧毁了岛上所有尚存的航空力量。2天后，1月22日晚间8点15分，以第55师团第144联队为核心组建的日军南海支队成功在拉包尔登陆。仅仅1天时间，日军便完全控制了这座城市。到了2月底，日军已经掌握了整个新不列颠岛以及邻近的新爱尔兰岛。
此役之中，澳军阵亡约140人，另有800人不幸沦为战俘。拉包尔正式成为日军在南太平洋最重要的前进基地之一。就在新不列颠岛的守军还在苦苦支撑之际，澳洲北部的重要港口达尔文港也遭到了日军空袭。这一击几乎让整个澳大利亚社会彻底慌了阵脚。由于澳大利亚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北部人口稀少，达尔文几乎是唯一具规模的城市与港口。也正因为如此，达尔文成为澳大利亚与东南亚盟军之间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美国支援东南亚战场的关键中转站。为了彻底孤立荷属东印度群岛上的盟军，并掩护日军对爪哇岛的登陆作战，日本海军决定先下手为强，以空袭的方式瘫痪达尔文港。但在1942年初，达尔文的防御力量几乎可以说是形同虚设，6架教练机、9架轰炸机、16门3.7英寸高射炮、2门3英寸防空炮。接到军令部命令后，日军机动舰队司令官南云忠一随即下令，由赤城、加贺、苍龙、飞龙4艘航空母舰在2月19日对达尔文发动空袭。当天清晨，天色尚未放亮，4艘航母便开始准备出击，编组包括36架零式战斗机、71架99式俯冲轰炸机、81架97式鱼雷机。然而，就在地勤人员按照计划为鱼雷机挂载鱼雷时，指挥部却突然下令改挂对陆攻击用的炸弹。这一来一回的更换大幅拖慢了出击进度，导致日军机群直到上午8点45分才正式起飞，直扑几乎毫无戒备的达尔文港。恰巧的是，就在同一天，美军10架 P-40战斗机以及1架 B-17轰炸机正好经由达尔文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但机队起飞不久后却因天气恶劣被迫返航，而他们回航时通报的航线几乎与日军来袭的路线完全重叠。当天上午9点15分，位于梅尔维尔岛的一名牧师亲眼目睹大规模日军机群低空掠过，他立刻透过无线电向达尔文的澳军指挥部发出预警。然而，澳军军官却判断那只是返航的美军机队，并未提高警戒。就这样，一次致命的误判悄悄酝酿成灾难。上午9点58分，当日军机群正式出现在达尔文港上空时，澳军才如梦初醒。刚刚降落的10架 P-40战斗机紧急升空迎战，但此时一切都已经太迟。99式俯冲轰炸机按照既定作战计划，对机场与重要设施投下250公斤炸弹。而97式鱼雷机的指挥官在发现港内停泊着多艘舰船后，向南云报告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南云竟然下令让鱼雷机使用对陆攻击用炸弹直接攻击舰船。这一决策几乎成为日后中途岛海战中鱼雷机挂弹错误的预演。鱼雷机飞行员只能硬着头皮将重达800公斤的炸弹投向已经开始激动的军舰与商船，结果可想而知，大部分炸弹直接落入海中爆炸。不过零式战斗机再次展现其空中死神般的威力，仓促升空的 P-40战斗机几乎全部被击落，达尔文港的防空体系迅速崩溃。中午时分，第一波舰载机撤离后，日军并未就此收手，54架陆基轰炸机再度对达尔文发动攻击。经过2轮空袭后，达尔文港的基础设施几乎完全瘫痪，美军驱逐舰皮尔里号以及另外8艘舰船被击沉，另有9艘舰船受创，盟军共有23架飞机被击毁，人员伤亡超过500人。相较之下，日军仅损失2架飞机、5名飞行员。尽管陷入极度恐慌，澳军却始终没有等到想象中的日军登陆部队。但在接下来的1年之中，日军对达尔文的空袭前后高达58次，累计投弹量超过200吨，这也成为澳大利亚建国以来唯一一次本土遭到外敌直接攻击的记录。日军占领拉巴尔之后，第一时间便着手恢复周边机场，并从日本本土调来大量工兵，展开大规模扩建工程。2月1日，日本海军在拉巴尔正式设立第8特别根据地。20日，海军第24航空战队司令部也进驻拉巴尔。随着具备超远航程的1式陆上攻击机陆续进驻拉巴尔机场，整个澳大利亚东北部几乎都暴露在日军的打击范围之内。从纸面上来看，日军完全具备掩护陆军对澳大利亚发动登陆作战的条件，但事实的发展却和许多人想象的并不一样。尽管南下作战的连续胜利让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过度乐观的情绪，甚至连海军大本营报道课课长平出一夫都曾公开喊出要在伦敦举行入城式，在纽约举行阅舰式这样的夸张口号。
但在现实层面上，大多数日军高级将领对真正入侵澳大利亚其实兴趣缺缺。有意思的是，在成功占领整个河属东印度群岛之后，真正开始鼓吹继续南下夺取澳大利亚的，反而不是陆军，而是日本海军。面对海军的主张，陆军方面则明确表达反对意见。更现实的问题在于，南下作战已经动用了11个师团，几乎是当时日本陆军所能承受的兵力极限。参谋本部经过评估后认为，若要真正完成对澳大利亚的全面攻略，至少还需要12个主力师团，以及约150万吨商船运力。而无论是兵力还是运输能力，当时的日本都根本无法提供。就这样，日本海陆两军围绕是否入侵澳大利亚争论了整整1个多月，最终在1942年3月7日，日方通过了新的战争指导大纲。新大纲的核心结论是不直接入侵澳大利亚，而是持续对其北部实施空袭，防止美军将澳洲作为反攻基地。同时，日军将转而登陆并占领萨摩亚、斐济以及新喀里多尼亚，试图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尽管在战略层面上，日军高层早已放弃直接登陆澳大利亚的计划，但这一点澳大利亚人当然无从得知。在当时的澳洲社会，从政府到民间，普遍弥漫着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让澳大利亚人感到格外委屈甚至愤怒的是，他们的主要兵力此刻正远在万里之外，替所谓的老大哥英国守着拥有苏伊士运河的埃及。和远在欧洲的德国相比，日本的威胁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切切实实近在眼前的。1941年11月19日，曾在地中海战场取得亮眼战绩的澳军轻巡洋舰悉尼号，在澳大利亚近海与德国袭击船卢茨号爆发交战。这场战斗最终以双方同归于尽告终，两舰双双沉没，悉尼号全舰官兵无一生还。但在澳大利亚民间始终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许多人坚信卢茨号本身并不具备击沉悉尼号的能力，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附近活动为太平洋战争侦察情报的日军潜艇。这一猜测无论真假，都进一步放大了澳大利亚社会对日本的恐惧。当达尔文港再度遭到空袭后，民意终于全面爆发。澳大利亚民众强烈呼吁不要再为英国的全球战略买单，全力保卫自己的本土才是唯一的优先事项。然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却完全不这么想，他不但不愿意让澳军主力回防澳洲，甚至亲自前往华盛顿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坚持先欧后亚的大战略。这一决定让澳大利亚政府内部的亲英派彻底心灰意冷。澳大利亚总理约翰·科廷罕见地公开发文，直接呼吁美国来拯救澳大利亚。而更具戏剧性的事情是，他们期待的那个人真的出现了，那个人正是美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正如前面提到的，3月11日，麦克阿瑟离开设在科雷西多岛的指挥部，搭乘鱼雷艇突破日军封锁，抵达棉兰老岛的伯格码头。随后他又换乘一架 B-17轰炸机，于3月18日上午9点30分抵达达尔文港附近空域。偏偏就在这个时间点，日军再次发动空袭，这架 B-17只能紧急降落在备用的巴切勒机场。麦克阿瑟很清楚这里并不安全，他几乎没有停留，立刻登上一架毫无武装的 C-47运输机，飞往澳大利亚中部的爱丽丝斯普林斯。讽刺的是，这架 C-47起飞仅仅15分钟后，巴切勒机场就再度遭到日军轰炸，多次在生死边缘脱身，让这位美国将领在信仰虔诚的澳大利亚社会中被视为天选之子。抵达爱丽丝斯普林斯后，麦克阿瑟再转乘火车一路南下前往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大城市。当他的列车驶入阿德莱德车站时，上万名澳大利亚民众与记者将整座车站围得水泄不通。麦克阿瑟当场即兴发表演说，并留下那句后来被疯狂转传的话 I shall return。 这句话很快在澳大利亚与美国国内引发巨大回响。尽管麦克阿瑟最终未能在澳洲获得足够的兵力与物资，只能眼睁睁看着菲律宾的美军部队走向屈辱的投降结局，但在澳大利亚他却做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决定。麦克阿瑟否决了澳大利亚陆军参谋部死守东南部精华地区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战略，主动前推防线，将防御重点放在新几内亚岛。这个决定直接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整体走向，并一步步引出了后来的珊瑚海海战，以及围绕新几内亚展开的一连串血腥鏖战。下集预告：珍珠港遭到突袭后，罗斯福总统决定为美国海军换帅。
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迅速着手制定反击计划。尽管潜艇部队仍受制于糟糕的鱼雷性能，战果有限，但航母编队空袭马绍尔群岛却大幅提振了低迷已久的盟军士气。与此同时，在多个战略方向争论不休的日军竟然调派航母编队进入印度洋，试图一举将英国海军赶回欧洲。虽然在西兰岛附近取得阶段性战果，却既没能彻底歼灭英军舰队，也白白错失进一步削弱美军的机会，为战局逆转埋下关键伏笔。请看下集，双方同时西进的航母。